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厲害的釣魚方式。釣魚佬把腐爛多年的牛肉攪拌均勻，然後用鈎子掛在湖中的一棵小樹上。半個小時後，竟然上鈎了一條超大短吻鱷。新一天的来臨，沼澤捕鱷新賽季已經進行到了第19天，可老喬和湯米的父子關係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。自從老喬入行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把湯米帶在身邊言傳身教。可湯米這麼多年來一直吊兒郎當丟三落四，不是忘記給槍上膛，就是忘記制作誘餌。可湯米也對這個繼父充滿了怨言，覺得老喬對他的管教得太嚴。父子二人只剩下43個鱷魚配額，但賽季卻還有12天才結束，完成任務絕對不在話下。而今天老喬打算再接再厲，繼續捕捉15條短吻鱷。在來到湖中央後，老喬就發現了一條緊繃的魚線，很明顯這是鱷魚咬鈎的痕跡。隨着老喬慢慢回收魚線，鱷魚終於露了頭。可關鍵時刻，湯米再次犯了老毛病，他又忘記給獵槍裝上子彈，水下的鱷魚還在死亡翻滾，眼瞅着老喬就要支撐不住。湯米抓緊回到船後，換上了一把22口徑的左輪手槍。老喬還在痛苦地和鱷魚做着搏鬥。你以為湯米這次就會一槍命中嗎？很可惜，子彈再次忘記上膛。這種關鍵時刻掉鏈子的行為讓老喬勃然大怒，不惜當着攝製組的面怒斥了湯米。湯米則非常淡定地裝好子彈，然後一槍結果了鱷魚的性命。雖然這次有驚無險，但每拖後腿的湯米讓老喬非常生氣。然而老喬越是耐心教育湯米，湯米就越是不領情。湯米早就厭煩了老喬無休止的教育。遠在73英里外的特洛伊也帶着兒子出發了。對卡金人來說，捕鱷手藝是父子相傳，所以雅各布在2、3歲的時候就跟着特洛伊外出捕鱷。當他們靠近第一個誘餌的時候，特洛伊抓過魚線就開始準備把鱷魚拉過來。雅各布在旁邊拿着美式抄網，隨時準備好。捕獵一頭短吻鱷最需要的就是耐心，不止特洛伊要耐心地拉回魚線，連開槍的雅各布也要耐心等待合適的時機。但年輕的獵手總是吃了沒經驗的虧，心急的雅各布連開6槍都沒有命中目標。好在特洛伊憑借一雙鐵手死死抓住魚線，沒讓鱷魚掙脫，但受到驚嚇的鱷魚掙扎得更加劇烈，這也導致雅各布失去了耐心，而他把槍管插進鱷魚嘴裡的方式徹底激怒了鱷魚。500斤重的鱷魚令特洛伊幾乎要把持不住，好在最後雅各布抓到了稍縱即逝的機會，一槍命中送鱷魚歸了西。特洛伊對兒子的表現很不滿意，他認為雅各布沒有足夠的耐心，一看到鱷魚露頭就興奮地開槍，殊不知這種做法只會讓鱷魚掙扎得更厲害，導致逃脫，甚至雅各布曾經連開15槍都沒能命中。另一邊，老喬和湯米也開始了今天的第2次捕獵。今天他們僅僅捕到了3條鱷魚，這甚至都不能抹平今天的成本。為了賺取一些外快補貼家用，老喬決定開船去海上捕捉一些蝦。由於捕鱷季每年只開放30天，捕蝦就成了2個世紀來本地重要的收入來源，現在已經成長為全美最賺錢的行業之一。光是在路易斯安那州，每年就至少賺到1.5億美元。到了夜間，小船已經開到了墨西哥灣，他們採用傳統的拖网捕蝦方式。這種拖網捕蝦自從19世紀就傳承了下來，成為卡金人重要的生活來源之一。由于夜間捕蝦難度極大，所以何時撒網就非常考驗獵人們的水平。幾乎每一次撒網都是一場豪賭。船開到蝦群聚集地後，老喬就決定撒下第一網。40分鐘後，第一網捕獲的獵物就被收了上來，但結果很令人失望，他們只捕獲了不到50斤的小蝦。顯然這並不能收回今天的成本。備受打擊的湯米已經開始自暴自棄，對這種看不到希望的生活抱怨起來。不知不覺，小船已經在海上漂流了6個小時，又累又困的湯米心情開始暴躁起来。衝動的他趕緊催促老喬放下拖網，但老喬卻不為所動，因為他在等待蝦群重新聚集。父子二人也因此爆發了一次不小的爭吵，直到30分鐘後，老喬才認為時機成熟，命令湯米放下拖網。好在這次老喬沒有看走眼，這一網上來總共捕獲了接近200斤的蝦。有了這些蝦後，他們可以小賺一筆，本來應該是皆大歡喜的局面。可很快父子二人又爆發了爭吵，湯米認為應該趁機做大做強，再創輝煌，而老喬則認為現在時間太晚了，應該回家休息好，為明天捕捉鱷魚做好準備。兩人的誤會也就此加深。新一天的來臨，陽光再次普照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澤上，特洛伊父子2人的關係也出現了裂縫。隨着時代的發展，雅各布已經不願意再從事這種危險的捕鱷工作，他更願意在高樓林立的高檔辦公樓上班。但特洛伊還是不想家傳的手藝在自己這一代失傳。不知道隨着捕獵季的深入，雅各布會不會改變內心的想法。不過雅各布的表現確實還不是一名出色的獵人。當他單獨開船尋找目標的時候，連續好幾次錯過了誘餌放置地點，直到特洛伊提醒後，他才趕忙停船。這次捕獲的鱷魚也讓特洛伊差點受傷，短吻鱷的爪子突然滑出水面，差點弄傷特洛伊的手臂。雅各布見狀連忙開槍，不出意外這次又打偏了，於是父子2人交換角色，特洛伊負責開槍，雅各布負責拉扯魚線。老獵人的經驗就是豐富，只一槍就結果了短吻鱷的性命。將鱷魚搬到船上後重新放置誘餌也有很大的講究。特洛伊給兒子透露了一個他的絕招，那就是把腐爛的雞肉在水中浸泡一下，這樣血腥味可以傳播得更快更遠。但這種耳提面命的教育方式再次引起了雅各布的不滿。看來每一對父子獵人都遭遇了相同的問題。年輕的獵人想要趕緊擺脫父親的控制，而父親總是感覺給的還不多。時間來到第19天，由於昨天的爭吵，湯米今天決定不跟隨父親去捕獵。無奈之下，老喬只能自己單獨前往，這毫無疑問增加了老喬的工作量。來到第一個標記地點後，老喬很快就發現了咬鈎的鱷魚。
幾乎是在老喬抓到魚線的一瞬間，鱷魚就竄入了水中。雖然一個人完成2個人的工作有些吃力，不過老喬還是憑借豐富的經驗成功將這條鱷魚獵殺。但接下來老喬將要面臨一個比獵殺更難的事，那就是將一個200斤的鱷魚搬到船上。就在老喬費了巨大力氣剛把這條鱷魚搬到船上不久，他就再次發現不遠處一條鱷魚露了頭。於是他果斷拿起獵槍準備給鱷魚來個痛快，但很快他就被自己打了臉。30年從沒翻過車的老喬竟然自己也忘記了裝填子彈。等他手忙腳亂地裝好子彈後，鱷魚早就消失了。他只好在這裡放置了2個誘餌，等待明天來巡邏。與此同時，73英里外的特洛伊決定給兒子上一課。雅各布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耐心，每次看到鱷魚露頭就迫不及待地開槍。特洛伊用1罐啤酒放在90英尺外，他告訴兒子要內心保持冷靜，瞄準後要保持身體穩定，然後再開槍就會一擊命中。輪到雅各布的時候，他卻沒有意外地打偏了。在經過特洛伊的指點後，雅各布整理好心情，這次果然一槍命中。一切準備好後，特洛伊帶着雅各布出發了。來到湖中央後，特洛伊就發現了一條掙扎的鱷魚。這次雅各布沒有衝動，而是一直等待鱷魚露頭。特洛伊也在期待着兒子的表現。鱷魚被特洛伊慢慢拉到船邊，很快鱷魚頭部露出了水面。雅各布抓住了這稍縱即逝的機會，一槍送走了鱷魚。兒子出色的表現贏得了父親的讚賞。特洛伊認為假以時日，雅各布肯定能接過自己的衣缽。再來看湯米父子這邊，當老喬準備好今天要吃的早餐後，湯米也從房間走了出來。經過一天的思考，他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。老喬見狀就給湯米多做一個3明治。特殊的繼父子關係讓兩人很多時候並不能真誠對話。現在他們還剩餘31個標籤的配額。不久後，老喬就發現了一條緊繃的魚線。湯米抓緊停船靠岸，並且舉起來扶槍，可能是預感到危險來臨，鱷魚直接沉入了水底，整條魚線都埋沒到了泥中。老喬勾起魚線開始拉動，根據對面傳來的力量，立刻就判斷出這是一條超大鱷魚。幾秒鐘後，鱷魚露頭開始掙扎起來。之前數次忘記給子彈上膛的湯米這次沒有再犯錯，直接看準機會一槍送走。湯米這次優異的表現贏得了父親的讚賞。一條500斤的鱷魚就此進賬。湯米的回歸讓老喬的工作輕鬆了許多，距離完成目標也更前進了一步。另一邊，特洛伊的兒子雅各布卻享受起了人生。畢竟在剩下的11天裡，僅需要捕捉30條鱷魚而已。於是他和克林特一起乘船來到了一處露天酒吧。雅各布是小鎮上的名人，一到場就決定全場消費由雅公子買單。這瞬間獲得了全場求偶權。